今天我们来聊聊高血压药物的危险警报信号。如果你正在服用降血压药，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有时会释放出一些异常的讯号，这些讯号看似平常，却可能是性命攸关的红色警报。如果忽视了它们，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我们将深入探讨3种当你服药时身体出现的状况。医师强调，遇到这些情形必须立即停药就医。究竟是哪3种状况？为什么它们如此危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步步揭开其中的真相。值得注意的是，高血压有沉默杀手之称，很多人平时没有明显症状，却可能因血压过高而突然发生中风或心脏病。同样地，控制血压的药物如果使用不当或身体无法耐受，也可能变成隐藏的危机。据统计，目前台湾约每4位成人就有1位是高血压患者，其中许多人需要长期服药来维持健康。然而，也有不少患者对吃药心存疑虑，担心药物伤身，甚至觉得药吃多了会伤肝伤肾。事实上，在医师指导下正确用药，风险远低于让高血压失控所带来的危险。但再安全的药都有出问题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才更需要提高警觉，随时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首先，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全球有数以亿计的人受到它的影响。许多患者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用降血压药来控制血压，预防中风、心脏病等并发症的发生。然而，药物在带来好处的同时，往往也伴随一些副作用。大多数副作用是轻微且可以耐受的，比如有的人刚开始吃药时可能感到有点头晕或疲倦，这通常是身体适应药物的过程。但有些情况下，身体出现的反应并非一般的不适，而是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暗示药物可能正在对你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威胁。当身体发出这些求救信号时，你千万不可大意。正常情况下，高血压患者是不可以随便停药的，因为突然停药可能导致血压反弹飙升，增加中风或心脏病风险。然而，如果出现了接下来要提到的这3种危险状况，那就是例外。这些状况意味着药物可能引发了严重的副作用或身体危机，此时不仅要停药，还必须尽快就医，让医生评估处理。那么，第一种性命攸关的警报是什么呢？让我们从一个真实案例开始说起。52岁的唐先生患高血压多年，一直规律服药控制血压。本来他的血压维持得不错，生活也相安无事。然而最近几周，他开始时常感到胸口闷痛，稍微走动就气喘吁吁，四肢也莫名变得无力。他起初以为只是工作劳累或天气炎热导致身体虚弱，便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多休息。没想到几天后，他在家中突然觉得心脏猛地乱跳起来，仿佛节奏失控般的狂颤，紧接着眼前一阵发黑，天旋地转下，他差点直接晕倒在地。家人吓坏了，连忙将他送往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发现元凶竟是他一直在服用的降血压药，这正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种危险状况。许多人可能不解，为什么好端端的降压药却仿佛变成了祸害？其实原因就在于药物对体内特定电解质平衡和心脏节律的影响。第一种危险状况就是，当长期服用降血压药的人出现胸闷、呼吸急促困难、四肢乏力，甚至心悸、心跳不规则的状况时，就要高度警觉。这很可能是药物导致体内电解质严重失衡或心脏功能受到影响的表现。以唐先生为例，医师发现他的血液检查中钾离子浓度远高于正常范围。原来他服用的一款降压药属于沙坦类，亦称血管张力素受体阻滞剂。这类药物虽然能保护心血管，有效降低血压，却可能让部分人出现高血钾的问题。出现高血钾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会更高。例如，原本肾功能就不好的患者服用这类药时，更容易排不出多余的钾。又或者有些人同时使用其他影响钾离子的药物，例如保钾型利尿剂罗内酯，常用于治疗心脏衰竭，那么高血钾的几率就会大幅上升。甚至在饮食方面，如果服药期间大量摄取富含钾的食物，如香蕉、奇异果、椰子水等，或使用含钾的盐替代品，也可能加剧血钾升高的问题。因此，
医师通常会叮嘱患者定期追踪肾功能和电解质，并提醒在饮食上适度控制高钾食物的摄取。当血钾过高时，神经肌肉的传导会受到干扰，患者就会感到肌肉无力、四肢瘫软，甚至出现心律不整，例如心跳过慢或节律混乱。心脏正常的电解率被破坏后，胸口闷痛和呼吸困难也会随之而来，因为心脏无法有效泵血，各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氧气，严重的心律不整可能导致昏厥，甚至引发猝死，绝对不可轻忽。试想，原本用来救命的降压药，竟变成危及生命的隐形杀手，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导致胸闷气短、心悸乏力的不仅仅是高血钾，有些降压药会让血钾过低，同样会造成危险。常见的利尿剂，例如噻嗪类利尿剂，透过促进钠和水的排出来降低血压，但在排出水分的同时，也可能把体内的钾一起排掉。钾是维持神经和肌肉，包括心肌正常功能的重要电解质。当血钾偏低时，人会感到全身乏力、腿部抽筋，严重时心跳也可能失去节律。无论血钾过高还是过低，都会干扰心脏正常的电信号传导，造成危险的节律问题。特别是高龄患者或本身肾功能不佳的人，更容易因为药物导致电解质失衡。一旦出现胸闷、气短、四肢无力等症状，就要怀疑是否与电解质相关。此时切记要立即停药并尽速就医，要求医生检验血液中的钾离子等电解质浓度。同时也别忘了量测血压和脉搏，因为类似的症状也可能和血压过低或心跳过慢有关。医生会根据检查结果采取措施，例如帮你纠正钾离子水平，调整降压药的种类或剂量，必要时针对心律不整进行治疗。千万不要拖延，因为拖下去可能演变成致命的心脏事件。此外，还有另一种情形与上述类似，那就是药物让心跳过度变慢。部分降压药，例如常见的贝塔受体阻断剂，俗称洛尔类药物，如美托洛尔、阿替洛尔等，是透过减慢心跳、降低心脏收缩力来达到降血压目的。但如果剂量不合适，或患者对药物特别敏感，心跳可能慢到每分钟50下以下。心跳太慢时，身体各器官的供血也随之减少，患者同样会感到极度疲倦、头晕，甚至胸闷、胸痛，稍微活动就力不从心。有些人带着穿戴式装置，甚至会发现自己的静息心跳降得异常之低。遇到这种情况，也必须提高警觉，及早就医处理。医师可能会调低药物剂量，或干脆改用其他作用机转的降压药来避免心跳过慢对身体造成危害。总而言之，第一类警报直接威胁心脏和生命，每一秒都不容忽视。说完了电解质与心脏方面的警报信号，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需要警惕的状况。举个例子，一位林太太在开始服用一种普利类降压药后没多久，就出现了不停干咳的情况。她原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引起喉咙发痒，自己买了成药来吃，但咳嗽丝毫没有改善，反而日益严重，夜里常咳到难以成眠。如此拖了将近2个月，林太太每天都被咳嗽折磨得疲惫不堪，白天精神不济，晚上也无法安睡。她心里七上八下，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严重疾病，整日焦虑不安。最后她终于去了医院求诊，医生一听说她的用药史，立刻怀疑咳嗽是降压药的副作用所致，于是在医师指示下停药观察。不到2周，她那折磨了许久的咳嗽果然完全消失。像林太太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有些人在服用降血压药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莫名的干咳，而且一咳就是好几周，迟迟不见好转。特别是有的人咳到夜不能寐，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如果你发现自己一吃降压药就老是喉咙发痒、想咳嗽，又排除了感冒、气喘等其他原因，那么这种持续性干咳极可能是你的降血压药引起的。这就是第二种必须立刻停药就医的状况，顽固难解的干咳。为什么降血压药会让人一直咳个不停呢？罪魁祸首通常是某类常见的降压药，也就是普利类药物，学名叫做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 抑制剂，名字听起来拗口，其实许多高血压患者对它并不陌生，像是依那普利、培多普利、贝那普利等药品都属于这一类。药名常常以普利结尾。普利类药物在临床上使用广泛，因为它们能有效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并保护心脏和肾脏。然而，这类药有一个知名的副作用，大约 20% 的患者会出现干咳。有研究发现，东亚人种发生干咳的比例甚至可能更高。这种咳嗽通常没有痰，也不是因感染引起，而是药物作用在体内导致缓激肽等物质累积，刺激气道引发喉咙发痒和咳嗽反射。由于这种咳嗽往往在夜间更明显，病人可能因此睡眠严重受影响，白天精神不振，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更糟的是，有些患者可能因为受不了天天咳嗽，自行把降压药停了，导致血压失控反弹升高，结果引发危险的心血管事件，这就本末倒置了。每天咳到身心疲惫，最后反而停药让血压飙升，真是因小失大。如果怀疑自己的干咳是普利类降压药引起的，正确的做法是尽快回诊咨询医师。通常医师会评估你的状况，若确认是药物所致，就会考虑换药。例如，可以将降压药改为沙坦类 angiotensin IO 受体阻断剂药物。沙坦类药物名称常以沙坦结尾，如洛沙坦、坎地沙坦等降压效果媲美普利类，但不会引起顽固性干咳。对于无法耐受普利类咳嗽的患者，是理想的替代选择。换药后，多数人的咳嗽会在几周内逐渐缓解消失。回顾第二种状况，持续干咳本身未必直接危及生命，但它是身体在告诉你，目前的药物并不适合你。如果继续硬撑，不但痛苦难熬，还可能因咳嗽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咳嗽太剧烈造成肋骨受伤或腹部压力增加，更别提血压没控制好带来的危险了。因此，遇到这种情况，不要一味忍耐或自己乱吃止咳药拖延，而应该马上停药并就医，在医师指导下更换降压药物。别小看这持续不止的干咳，它正是身体对你拉响的警报，提醒目前的治疗方案出现了问题。再来分享一个令人后怕的病例，70岁的王伯伯长期高血压，每天服用3种降压药控制。有一天清晨，王伯伯刚从床上起身准备走向浴室时，突然感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便失去意识，轰的一声重重摔倒在地。家人听见声响冲进浴室，只见他昏倒在地板上，额头撞出一道深深的伤口，髋部疼痛难忍。家人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将他送医急救。检查发现，王伯伯昏厥当时血压低得异常，怀疑就是药物作用过强导致的严重低血压。他因这次跌倒造成髋骨骨折，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事后，医生调整了他的用药，并再三叮嘱他起床和改变姿势时一定要缓慢。王伯伯坦言，其实自己平时就常有起身瞬间头晕的情况，但他以为只是年纪大，小毛病，没有告诉医生。没想到这次差点送命。像王伯伯的经历就给我们敲响警钟，很多高血压患者其实也有过类似情形。比如有时突然站起时会觉得眼前发黑，天旋地转，仿佛快要跌倒一般。有些人在服药后经常感到头晕目眩，尤其早上起床或者从椅子站起的瞬间最明显。头晕甚至常伴随着视线模糊，站立不稳，严重时真的会失去意识，晕倒在地。如果服用降血压药的你经常出现这种头晕眼花的状况，就必须特别小心了。这正是第3种红色警报。头晕目眩往往是低血压的表现之一。降血压药的作用顾名思义是降低血压，但如果药效过强或者用药时机不当，血压骤降就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大脑是非常需要稳定血流的器官，一旦血压太低，脑部短暂缺血，就会出现眼前发黑、眩晕的感觉，特别是在改变姿势的瞬间，例如从平躺或久坐后突然站起，血液一时跟不上供应脑部，晕眩感会格外明显。这种现象就称为姿势性低血压。许多降压药都可能引发姿势性低血压，尤其某些扩张血管的药物，像是阿尔法受体阻断剂，常用于治疗前列腺肥大的 Zosyn 左心类药物具有降压效果，初次服用时更容易产生这种反应。再者，
如果患者本身体质瘦弱、年纪大，或天气炎热出汗多导致脱水，服用降压药后就更加容易头晕。总之，当你在服药期间频繁感到头晕眼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原本服药是为了保护大脑，却因血压过低让脑部长期供血不足，这岂不是南辕北辙？头晕带来的不只是难受，更潜藏致命风险。首先，严重的低血压可能导致昏厥，这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发生非常危险。如果在开车时突然昏厥，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在家中跌倒撞到头部或骨折，也可能危及生命。其次，长期反复的脑部供血不足会损伤认知功能。有研究指出，慢性低灌流可能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当然，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频繁头晕往往意味着药物剂量可能过高，或者多种药物联合使用下相互作用让血压降得过低，这时必须马上和医生联络。另外，平时用药一定要谨慎遵照医嘱剂量，不要自行加大或减少剂量，也避免忘记吃药后又一次性补吃过量。如果一时想不起上一顿是否服过药，宁可等下一次再吃，不要冒险重复服用。多吃一颗药就可能让血压骤降，引发我们刚才提到的危险症状。许多年长者因记忆问题发生过重复服药的意外，家属不妨准备每日分隔的药盒等工具协助，以免此类风险。反过来说，血压一旦降下来就擅自停药，不吃也是非常危险的。突然停药容易让血压迅速反弹，比治疗前标的还高，增加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所以，无论是增加剂量还是减少停药，都必须遵循医嘱，绝不能自作主张。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立即停药观察，同时尽快就医调整治疗方案。医生可能会降低你的药物剂量，或改用作用时间较短、药效较温和的降压药。平时也要养成定时量测血压的习惯。如果发现血压读数已经降到正常甚至偏低，例如收缩压低于100毫米汞柱，千万不要逞强继续服用原剂量的降压药，一定要咨询医师。还有一个小技巧，服药后不要猛然站起或剧烈改变姿势，起床时可以先坐在床沿几分钟，让血液循环逐渐适应，这样可以减少姿势性低血压导致的晕眩。切记，第三类警报关乎安全，稳扎稳打的控制血压，才能避免意外发生，不要让一时的大意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这里还想提醒，除了我们上述提到的三大警报，高血压药物还有一些常见副作用，虽然让人不适，但相对没那么危急。比如，有些人服用钙离子阻断剂后，脚踝会轻微水肿，或者感到脸部潮红头痛。使用贝塔阻断剂的患者可能觉得整天没精神，手脚冰冷，而有些利尿剂会让人频繁跑厕所或觉得口干等等。遇到这些非急迫性的副作用，通常不需要立刻停药，只要在下次回诊时如实告诉医生即可。医生会视情况调整药物种类或剂量，尽量减轻副作用带来的不适。而今天我们强调的三种状况则完全不同，它们属于可能危及生命的红色警报，一旦发生就不能等闲视之。另外，千万不要隐瞒服药后的不适症状，有些长辈觉得头晕、咳嗽这类小毛病没必要麻烦医生，或者担心说了之后医生会责怪自己，于是不敢坦诚。其实只有让医生充分了解你的真实反应，才能正确判断治疗效果，并适时调整处方。如果你报喜不报忧，反而可能让医生误以为一切顺利而维持原方案，那吃亏的只会是自己。良好的医病沟通非常重要，不要怕麻烦医师，有问题就应当如实反映，这样才能及早解除隐患，保障自己的安全。为了帮助大家记住要点，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这三大警报信号。第一类状况是服药后出现胸闷气短、四肢无力，并伴随明显的心悸和心律不整，这多半代表电解质失衡或心脏受影响，是最凶险的一种危机信号。第二类状况是持续难愈的干咳，表示你可能不适合目前正在服用的降压药，必须尽快在医师协助下换药处理。第三类状况是频繁且严重的头晕目眩，显示血压可能降得过头了，若不马上采取措施，昏倒、跌伤等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记住这三点，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讲完了药物本身引起的状况，
我们再来提供一个番外篇的小知识。有些生活中的习惯和食物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抵消降血压药的疗效，让你辛苦吃药的成效大打折扣。许多人明明遵照医嘱按时吃药，但血压控制仍不理想。问题或许就出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以下有4种常见的药效杀手，高血压患者务必要注意避开，那就是牛奶、酒精、咖啡因和高盐饮食。首先来说牛奶，牛奶和乳制品营养丰富，是日常饮食中很好的蛋白质与钙质来源，但它们可能会影响某些药物在肠道的吸收。如果你习惯用牛奶送服药物，可能会让部分降压药的实际吸收量降低，药效被打了折扣。举例而言，一些钙离子通道阻断剂常见的降压药类型之一，又称地平类药物，如氨氯地平等，最好以白开水送服，避免与高钙的乳制品同时服用。此外，牛奶中的酪蛋白也可能与某些药物结合形成复合物，减慢药物的吸收速度。所以最稳妥的做法是将喝牛奶与吃药的时间错开至少1个小时，确保药物能顺利被身体吸收。再来是酒精，许多人喜欢小酌一杯，但酒精对高血压患者来说绝对是需要谨慎看待的东西。酒精本身会影响血压，它可以让血管扩张，短时间内血压下降，但随后代谢过程又会让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反弹升高。因此饮酒常常使血压波动更大。而若正在服用降压药，酒精还可能加强药物的副作用，例如降压药常见的头晕、嗜睡感在喝酒后会更加明显，发生意外的风险提高。此外，长期大量饮酒对心血管和肝脏的伤害更是和高血压药物唱反调。总而言之，服药期间最好避免饮酒。如果真的无法避免，比如特殊场合浅尝1-2杯，也一定要特别留意身体反应。记住，千万不要酒后还逞强开车或进行危险活动。第3是咖啡因。咖啡、浓茶、能量饮料等都含有咖啡因，它虽然能让人提神，但对高血压患者却不怎么友善。咖啡因会使心跳加快，血压上升，等于部分抵消了降压药的作用。有些人每天早晨刚服完降压药，又马上喝一大杯黑咖啡，结果测血压时发现压力降得不理想，就是因为咖啡因在作祟。此外，咖啡因还可能让人感到心悸、失眠，间接增加心血管意外的风险。如果真的离不开咖啡茶饮，建议改成低因或无咖啡因的版本，至少要把摄取量减到最低。千万别以为每天1-2杯提神饮料不算什么，小心这不经意的习惯就让你的药效打了折扣，血压持续居高不下。最后要提的是高盐饮食，这可能是最容易被忽略却影响最大的因素。毕竟一日3餐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以为吃了药就万事大吉，却没有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钠盐摄取过多是高血压的大敌，因为钠会让身体留住水分，增加血管阻力，直接推升血压。如果一边吃降压药，一边口味依然很重，爱吃咸酥鸡、泡菜、腌制食品等大量高盐食物，那血压肯定降不下来，甚至可能不降反升，等于你辛苦服药的成果都被几包洋芋片或一碗咸汤面给抵消了。对抗高血压，低盐饮食是基石，即使有药物辅助也不能忽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钠摄入量不超过5公克，约1小时食盐，但许多人日常远远超标。因此，高血压患者务必要养成清淡饮食的习惯，下厨时少放盐，少吃加工食品和腌制物。如果一餐吃了比较咸的食物，那一天其余时间就更要注意避免隐藏的盐分摄取，比如各种酱料、零食。只有饮食和药物相辅相成，血压才能真正稳定在安全范围。最后再补充一点，还有一些日常食物与中草药可能和降压药产生交互作用。举例来说，葡萄柚是一种很健康的水果，但它含有的特殊成分会抑制肝脏中的代谢酶，可能导致某些降压药，特别是部分钙离子阻断剂在体内浓度升高，加强药效，甚至引发过低血压。所以服药期间最好避免大量食用葡萄柚或喝葡萄柚汁。如果真的想吃，也请至少和服药时间错开几小时，并密切留意血压变化。另外，像甘草这种中药材常见于川贝枇杷膏或某些中药配方中，
它有类似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作用，过量摄取会让血压上升，抵消降压药的效果也应特别留心。总之，服药者在摄取任何非常规的食物、保健品或中药前，最好先向医生或药师咨询确认，避免好心做养生却干扰了治疗。综合来说，服用降血压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了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或者用药方式不当。在大多数情况下，高血压患者只要遵医嘱规律服药并调整生活习惯，就能把血压控制得很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然而，一旦出现我们今天强调的那3种状况，无论是胸闷气短、极度乏力伴随心悸，还是莫名顽固的干咳，或是频繁严重的头晕眼花，就必须提高警惕，因为那是你的身体在大声警告你出大事了。此时千万别逞强硬撑，也不要心存侥幸，觉得撑一撑也许会好转。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停止相关药物，并寻求医疗协助。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和处置，多数危险都能化解于无形，而且你也可以换回更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国际上大量研究证实，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能大幅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例如，收缩压每降低20毫米汞柱，舒张压每降低10毫米汞柱，中风的风险就约可减少一半，心脏病的风险也降低约1/4。由此可见，规律服药并维持健康生活对预防严重疾病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最后要提醒的是，高血压的治疗是一场长期战役，药物控制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除了按时服药、定期回诊，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是你手中最重要的武器。均衡饮食、低盐，并适度摄取富含钾的蔬果，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保持心情愉快等等，这些都能帮助改善血压。在理想的情况下，透过生活习惯的改善，有些患者甚至可以在医师评估后逐步减药，降低对药物的依赖。举一个实例，台湾曾有一名55岁的男性患者，刚发现高血压时，血压高达160毫米汞柱，不得不开始服药控制。但他非常不想一辈子当药罐子，于是在肾脏科医师洪永祥的指导下，痛下决心改变生活习惯。他每周至少运动5天，戒掉熬夜和抽烟等坏习惯，尽量减少外食，多吃5颜6色的高纤蔬果，并且规律服用降血压药。仅仅3个月后，他的体重减轻了5公斤，收缩压更是降到接近100毫米汞柱的理想水平。医师开始替他逐渐减药，在确认血压没有反弹之后，一步步把药物减到0。现在这位先生已经完全不需要靠药物，高血压也没有再复发。他表示，能成功甩药全靠自律。饮食中，他特别大量摄取了木瓜等富含钾含镁的水果，因为钾与镁有助于放松血管，降低血压。不过，如果是肾脏病患者，就不适合摄取过多的钾。他的例子证明，只要愿意改变并坚持，高血压并非不能控制，甚至逆转。但切记，任何减药或停药都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绝不能自行其事。生命诚可贵，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守门人。下次当你的身体在对你说话时，请务必倾听。希望今天这番深入而综合的探讨能够帮助你辨识危险信号，及早采取行动，避免悲剧发生。